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本频道主打多人有声故事，我是本期的女主茵茵，我是茵茵的老公徐成，我是茵茵的闺蜜杜秋月，我是婆婆。收听故事时别忘记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支持我们哦，这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接下来跟随我们一起进入本期故事吧。我沉着脸冷声道：你们在干什么？坐在床上的徐成一脸慌张，连忙用被子遮住了旁边女人的脸。我冷笑一声：别遮了，我都看到了。杜秋月，你还要脸吗？被子下的杜秋月听到这话，立刻将被子给扯了下来。她轻蔑地对我笑了笑：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跟你演了。说着，她一只手臂攀上了徐成的胳膊。其实半年前我就和成哥在一块了。半年前正是我将徐成介绍给他的时候，当时杜秋月没有工作，徐成也想要跳槽，我正好就把他们一块引荐给舅舅朋友的公司了。我只知道那次他们相谈甚欢，甚至当着我的面互留了电话，说是以后在一个公司工作也能互相之间有个照应。我也没多想，即便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部门，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原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搞到一块去了。我双拳紧握，强忍着怒意。杜秋月娇笑着，脸上一片得意之色。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早？杜秋月还想要继续挑衅，却被徐成一把拉住。他沉着脸拧眉对他说道：你闭嘴。杜秋月闻言，嘴角的笑意都僵住了。紧接着，徐成又将目光投向了我。茵茵，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，看在明天婚礼的份上，这次能不能原谅我？我保证和他断得干干净净。一旁的杜秋月听到这话，人都傻了。他立刻扑到徐成的身上，又抓又咬，嘴里尖叫怒骂着：你个没良心的负心汉！徐成吃痛，嫌恶的一把将他推下床，转而深情款款地对着我说道：明天那些亲戚朋友们就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，别闹了好吗？为了我们的以后，你也不想我丢人吧？看我不说话，他又补了一句：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发誓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这时候倒知道礼义廉耻起来了。还有，他是不是弄错了一点？究竟谁想要和他有未来，有以后？徐成还想要过来拉我的衣角。看着这张距离我越来越近的恶臭嘴脸，我没忍住，直接抬起手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徐成的脸被我打得偏到一边，他不可置信地扭过头看向我。床下的杜秋月也被这清脆的巴掌声给镇住了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徐成，他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。臭婊子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他猛然冲向我，我看到他额头青筋暴突，脸上还带着清晰的巴掌印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下一秒就感觉到头皮一阵剧痛。贱人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他拽着我的头发，将我整个人都向地板上砸去。剧烈的疼痛瞬间蔓延，眼前更是一片模糊。头脑昏花间，我看见门开了，徐成妈妈走了进来。我恍然间记起，今天我是来带徐成妈妈看新房的。新房的一切我都已经装饰好了，就准备明天当婚房用了。但徐成妈妈却非说不放心，要闹着亲自来看房。我想着徐成这段时间接了个大项目，经常忙得脚不沾地，就抽空带徐成妈妈过来了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竟让我撞见了这样一幕。门外的徐成妈妈一进来就愣住了，房间里狼狈不堪。看着地上的杜秋月和发丝凌乱的我，她后知后觉间也明白了些什么。妈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徐成面露尴尬，抓起一旁的衣服套在身上。我和茵茵。正当徐成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，徐成妈妈开口了：明天就要结婚了，还这么乱来？徐成妈妈只是简单数落了徐成几句，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仿佛他只是犯了个无伤大雅的小错一样。就连对还躺在地上的我也不闻不问，像完全忽略掉了我似的。也是，他一直以来就不太喜欢我，因为徐成是独子，
所以在得知我和徐成要丁克时，他就跑到我公司楼下大吵大闹，说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么歹毒的女人，还说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他们徐家断子绝孙。他撒泼打滚的样子引来一众人的围观，他哭天喊地地说着，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，哪有不生的道理，你要是不生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媳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不是我不想生，而是徐成生不了。我为了照顾徐成的自尊，这才顶着两边家庭的压力提出丁克。徐成对此是感激的，但架不住徐成妈妈每天都来我公司楼下闹，她不去徐成公司，就只来我公司楼下撒泼打滚，说是要丢我的脸，让我在公司没脸做人。但是我知道她是想毁了我的工作，好让我赋闲在家，任由他们摆布。无奈之下，我和徐成只得轮番上阵安抚他的情绪，但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不听。最后也不知道徐成和他说了些什么，渐渐的他也接受了。直到今天，我捂着头从地上爬起来，冷冷看向这对奇葩母子，说道：“我要取消婚礼。”说完这句，徐成妈妈的脸色就变了，她立刻换了副嘴脸，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：“小英呀，你看程程都愿意为你丁克了，这还不能证明他是爱你的吗？再说了，哪有男人不沾腥啊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。”我止不住的冷笑，为了我丁克，徐成他好意思？念及到和他这么多年情谊的份上，我并没有当场拆穿，只是盯着徐成妈妈的眼睛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：“我要取消婚礼。”徐成妈妈见劝不动我，立刻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林一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可告诉你，明天那些亲戚们可全都来了，份子钱我们也都收了一部分了，这婚你不结也得结。”徐成妈妈气得一下坐到床上，自己不下蛋，还不让我儿子找别人了。此刻的我也有些气急，沈笑道：“哼，结不结可由不得你们，要是不想这事被我闹得人尽皆知，最好别惹我。还有，现在请立刻离开我的房子。”说着，我就要去扯被徐成妈妈坐在屁股底下的被子。徐成妈妈见此，立刻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：“这房子可是我们家付的定金。”闻言，我拉扯被子的手更加用力：“你们家也就付了个定金而已，哼，就连装修的钱，你们家也是一毛不拔。”徐成妈妈立刻大声反驳道：“要不是程程每天都盯着装修工人装修，恐怕现在房子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。”这时我一用力，被子被拔出来了，徐成妈妈也被卷到了地上。徐成立刻跑过来扶她，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，没有我装修的钱，他拿个毛装修？还有，法院判房子归属权可不是完完全全按照房产证上的名字来判的，房子的所有权是归属实际出资人的。况且我们还没结婚呢，所以这房子属于我的个人财产。徐成妈妈听后顿时就急了：“那我们付的定金怎么办？”我只想笑，定金和购置房产的全部金额相比，就如同九牛一毛，就这么点钱也值得他这么惦记。他是不是以为只要房产证上写了他儿子的名字，这房子就有一半归徐成？笑死！法盲还想空手套白狼。我似笑似威胁着开口：“如果你们再不滚出我的房子，我就告你们私闯民宅。”说着，我还拿出手机来要报警。一旁的杜秋月早就被我们这出大戏看傻了眼，此刻也是反应了过来，连忙整理好衣服就离开了。而徐成和徐成妈妈则是赖在那，笃定我不敢报警。可当那清脆的数字拨号声响起时，他们才慌了。徐成留下一句：“你等着。”就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等他们都走后，我脑子里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。紧接着，我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，就一头栽倒在了床上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。脑袋传来的阵阵钝痛，让我下意识地寻找手机，想要去医院。找了半天没找到。正当我疑惑是不是落在了客厅时，却发现我的门被反锁了。我疯狂地转着门把手，与此同时，一个可怕的想法爬上我的心头：门是指纹锁的。昨天昏得突然，
还没来得及删掉徐成的指纹。所以说，徐成是能够进来的。我心一沉，徐成，我告诉你，这是非法囚禁，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拼命拍门，大声喊道。没有回应，我拍得更加急促了。徐成，你给我开门！我整个人都倚靠在了门上，一边拍一边听门外的动静。突然门被猛踢一下，力道大的震得我整条手臂都在发麻。紧接着徐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闭嘴，你最好是消停点，别逼我揍你。徐成刚说完，我就听到了徐成妈妈的声音，程程，他说这是违法的，我们不会真的去坐牢吧？徐成妈妈的声音里还透着一丝担忧。听到这，我立马抓住这个当口，大声喊道，非法囚禁当然会坐牢，现在把我放了还来得及，既然他害怕，就证明我还有机会。非法囚禁？呵呵。徐成冷笑一声，我们婚礼都办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了，哪还存在什么非法囚禁？婚礼？我心下一紧，他在我昏迷期间都干了些什么？下一秒，徐成妈妈就笑了起来。也是，份子钱我们都收了，那就是板上钉钉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说你病了，不能出席婚礼，又念及那些亲戚们大老远赶过来，婚礼就这么办了，这样算下来还省了不少钱呢。他的笑声尖锐又细长，充斥着十足的市侩气息。徐成也跟着笑了几声，就差扯个证了，反正这事也不急，打他2顿就服了。越听我的心越往下沉，他们这是打算做绝，一条路走到黑了。现在再跟他们说些什么也说不通了。等他们数完份子钱后，终于想到我了。我躺在床上，已经3天没进食了，期间他们还会给我送点水，怕我渴死。徐成把门打开，走了进来。此刻的我饿得头昏眼花，甚至连抬头看他的力气都没有。徐成凑近了我，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。饿了几天就是不一样啊。说着，他把平板放在我的面前，打开了录像。屏幕里的我眼底青黑，嘴唇发白，一张脸憔悴无比。你照着这张纸上的念。徐成将纸放在平板旁，示意我看。我扫了一眼纸上的内容，大概是向家人朋友表达未出席婚礼的歉意以及报平安的。我撇过头去，无声地反抗着。饿了这么多天还不长记性。他一把薅住我的头发，用力扯了过来，逼迫着我的脸面对屏幕。头皮上传来的剧痛，直接痛得我面目扭曲。徐成用手掐着我的双颊，表情狠厉地说道：给我照着念，不然以后都别想有饭吃。我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道：有本事你就饿死我，大不了一块死，否则你也别想好过。徐成看我这副模样，顿时来了气。我看你是欠抽了。说着，他把腰间的皮带给解了下来，皮带在他手中发出噼啪的响声。紧接着，他将我整个人从床上给拖了下来，紧接着皮带抽在了我的身上，让我疼得倒吸口冷气。徐成，你这是虐待！徐成扬起的嘴角阴冷又狠厉。又有谁知道呢？他手上的动作非但没有停，反而越抽越快，有几遍落空了，抽打在地板上，发出令人生畏的清脆响声。我撕心裂肺地叫着，他的皮鞭每落在我身上，带来的疼痛都是钻心刺骨的，但他又很有分寸地避开了我要上镜的脸。也许是抽累了，他终于停了下来，而我在地上缩成一团，遍体鳞伤，不成人样。他看着我这张毫无血色的脸，笑了笑，紧接着蹲了下来，温柔地把我额前的汗湿的碎发盘在耳后。听话好吗？看着他眼底几近病态的光芒，生怕再遭一顿毒打的我，立刻点了点头。你说你早同意该多好，也免了这顿打。他像抚摸小狗一样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我眼里的恐惧愈甚。疯子，简直是疯子！徐成拿着我拍好的视频，用我的手机群发给了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们。视频是他盯着我拍的，最后也是检查了好几遍。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我想干点什么都难。
不过好在一连几日我都有饭吃了，尽管都是剩饭。徐成就像是训狗一样，将所有的剩饭都喂给了我。如果我不吃，那下一餐等待我的不是毒打就是馊饭。但是在白天徐成工作的时候，就只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。我想找到逃出去的办法，但是门窗都被锁死了，更何况这里还是第22层。我翻遍了房间内所有的衣柜、抽屉，里面的东西通通都被清得干干净净。徐成几乎断掉了我所有的路，我逃不出去。后来徐成工作越来越忙，换成徐成妈妈来给我送饭了。但徐成一点也不怕我能逃出去，因为他知道即便是面对一个老妇人，我也没力气反抗了。更何况徐成妈妈之前是个乡间农妇，经常下地劳作，力气就比平常的老妇人要大很多。反正不管是因为她的训狗法，还是因为我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了，她都笃定我逃不走。我看着我身上的伤口，它们有些结痂了，有些溃烂了，还有些甚至于流脓了，发出阵阵弥天恶臭，整个人看上去比外面的流浪汉还要狼狈。事情发生转机是在一个下午，那时徐成已经出差了，大概要1个多月才能回来。我躺在床上，听徐成妈妈在客厅里大声播放着狗血家庭连续剧。突然间，电视声音被暂停了。徐成妈妈接了个电话。真的假的？我听到她惊讶地叫了一声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了她急匆匆换血的声音，似乎有什么急事。我挑了挑眉，徐成出意外了。我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着，反正死了最好。我勾着嘴角，看着头顶的天花板幻想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口突然有了动静，大老远就听见徐成妈妈那大嗓门的声音：哎呦喂，姑奶奶你可小心着点，你别动，换血我来，你可别蹲下，小心我的宝贝孙子。徐成妈妈乐呵呵地笑着。孙子？我皱着眉，他哪来的孙子？仿佛是验证我的猜想似的，下一秒杜秋月的声音就传了过来。她笑眯眯地说着：妈，不会的，你的宝贝孙子呀，可没这么金贵。徐成妈妈被这一声妈哄得心花怒放，她连忙说道：对了，我得赶快给程程打个电话，让他知道他要当爸爸了。听到这，我幸灾乐祸地想到，如果让徐成知道，那可就有好戏看了。不过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，或许这是个机会，逃出这里的机会。那边徐成妈妈电话还没打通，就被杜秋月制止了。妈，先别告诉他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杜秋月的声音里都洋溢着幸福，闭着眼睛我都能想象到她那副故作姿态的模样。也是，她一直以来就伪善惯了。我和她以前就是高中同学，当然她也曾经是我最好的闺蜜。和我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同，她爸妈在她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异了，所以我们之间的性格也天差地别。我直来直往，她八面玲珑，而我因为我直来直往的性格，得罪过不少人，在班上也没什么朋友。当时只有她愿意跟我玩，还教我为人处事之道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她喜欢撒谎的毛病，但我也只是将原因都归咎在了她原生家庭的不幸上。可我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不仅没改，反而变本加厉起来了。在徐成妈妈和杜秋月的聊天当中，我了解到了徐成最近在做一个大项目，这个项目十分重要，做好了甚至能升职为经理。我猜杜秋月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吧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杜秋月来的第一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既然她想稳坐徐夫人的位置，光靠孩子可不行，必须得先把我这个碍事的给挤下去。杜秋月捂着鼻子靠近还躺在床上的我，一脸嫌弃地说着：死没死呀，这么臭。说着还用另一只手在他鼻尖扇风。要是没死，就赶快给我起来。我躺在那静静地盯着他，一双眼睛死水般毫无波澜。他似乎被我盯得有些发毛，后退了半步。
但紧接着他又开口，语气更加颐指气使。真当徐家白养你的呀，供你吃喝躺着？杜秋月刚说完，徐成妈妈就闯了进来。她先是好一顿安抚杜秋月，接着又是一脸怒容，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床上拽起来。秋月让你干什么你就什么，现在这个家里就是他做主，你要是再敢有什么不听他的，让他动了胎气，我要你好看。他将我拽下床，让我跪倒在杜秋月面前，我就像一坨烂泥一样任徐成妈妈摆布。杜秋月对此十分受用，没有什么比做这个家的女主人更畅快的事情了。她以女主人的口吻吩咐我把地扫干净。就这样，我拖着疲软的身子开始干活，除此之外还要忍受她的挑剔和指指点点。你是不是眼睛瞎呀？没看见这里有垃圾啊？你能不能小心点？扫把都扫到我脚上去了，连干个活都干不利索，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活这么大的。说完这句后，杜秋月就顿住了。她似乎是想起了高中时的记忆，想起我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的，根本不用看别人眼色过活。她的脸色顿时变得差了起来，嘴里的话也变得更加恶毒。等我扫完地，整个房间都干净了起来。当然，我也没错过杜秋月眼里一闪而逝的嫉妒。看到她这副模样，我心底顿时来了主意。她不是想做这儿的女主人吗？好，我不仅让她做，还帮她做。我住的这间是主卧，通风向阳，是采光最好、布局最雅的地方。她没理由不心动。况且昨天她眼底闪过的贪欲，也暴露了她想占为己有的心思。只要我稍加刺激，就这样，在她和徐成妈妈还在挤着用卫生间时，我有独立卫浴。在她吹空调害怕着凉、害怕干燥时，我房间里的温度湿度适宜。终于，她按捺不住了，她向徐成妈妈提出要住主卧，理由是为宝宝着想。徐成妈妈有些迟疑，如果你住进去的话，那林音就只能在房间外的卫生间里了，要是一个没看住，让这丫头跑了怎么办？杜秋月宽慰道。不会的妈，你看她这副样子能跑多远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想住主卧，是你的乖孙子，他要住大房间。他抚着肚子柔声道，宝宝你说是吧？一句乖孙子瞬间就把徐成妈妈迷得晕头转向的。她连连点头，同意了杜秋月住进去，而我也获得了出入客厅权。然而这只是第一步，自从杜秋月住进去以后，她女主人的气势更甚了，开始变本加厉地吩咐我干更多的事。首先是让我把那混着血渍的床单被罩给洗了，可惜血渍难除，她就逼迫我手洗。接着让我把整个主卧都清扫一遍，甚至连柜门的里里外外都要擦得干干净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整个人都累虚脱了，身上的伤口又痛又痒，头痛欲裂的我几乎昏厥，尤其是整个人都在发烫，感觉下一秒就要烧起来了一样。果然下一秒，我两眼一黑，栽倒在了地上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还是在地上，只不过这次感觉身体好了点。我看向身旁的退烧药和水，迟钝的脑子才缓缓转了起来。要死可别死在这，晦气死了！徐成妈妈冷哼一声，别冲撞了我的宝贝孙子。我抬眼看向他，他还在看着电视机里的家庭狗血电视剧。我嘴角微扬，凑到他的身边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，确实要好好仔细着你的乖孙儿，千万别冲撞了才好，要是犯了煞那可就不好了。我用他深信不疑的迷信恐吓他。徐成妈妈身子猛地往后一仰，惊异地看着我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继续笑眯眯地开口，众生皆有轮回，家里去世又添丁，生死交替，你就不怕？徐成妈妈脸上浮现出惊恐，面色越发苍白。你就不怕你的乖孙子是我的投胎转世吗？说完我就阴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徐成妈妈听完，整个人都摇晃了2下，还差点摔倒在地上。我伸手扶住她，再度悠悠开口，小心点哦。徐成妈妈立刻又弹了起来。我轻笑出声，我随便说说而已，你干嘛这么害怕？
徐成妈妈恨恨地瞪向了我。隔天她就买了各种各样的药，堆在了我现在住的房间里。她怕我死，或许更确切的来说，她怕他们做的孽会报应到她的宝贝孙儿身上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杜秋月的肚子也大了起来。我知道这是迟早瞒不住，我也知道她绝不会坐以待毙的。毕竟她名不正言不顺，被冠以小三之名，还挺着个大肚子，说出去都丢人。我想她现在最迫切的应该就是让我离开，但又不能轻易让我离开，因为如果我就这么走了，必然会把他们的罪行公之于众，那他小三的罪名可就锁死了。所以他来找我谈条件了。他说只要我不将他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，并且宣布和徐成是和平分手的话，就放我离开。我欣然同意了，因为我必须赶在徐成出差回来之前离开。杜秋月为此甚至都找好了这几个月我去哪度假，而他和徐成是自由恋爱的证据了，而且还不惜花大价钱给我找来了部分旅游景点的直出图，用来发在我的朋友圈里。我看着他试图洗清自己身上所有肮脏的样子，不由得想笑。他告诉我徐成妈妈那边他去搞定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，反正徐成妈妈最后指明要这套房产归属于他的名下。对于所有要求我都应声同意了。拿着刚还给我的手机，我勾了勾唇，登录上了监控的 ID 和密码。早在布置新房的时候，我就装上监控了，当时是为了安全。现在看来，我不由得佩服我的明智之举。主卧里的监控我一直开着，而之前可以自由出入客厅时，我就把客厅监控也打开了。反正无论如何，杜秋月都洗清不了任何她想要去掉的污点，徐成妈妈也拿不走任何不属于她的财产，包括徐成的升职梦也只能永远是梦。徐成下了飞机后就立刻赶往公司了，他一身风尘仆仆，脸上却挂着神采奕奕的笑容，仿佛这经理之位他志在必得。公司里的同事们见了他，都纷纷道了声恭喜。哎，成哥，听说这个项目你办得不错啊，吃下这么一大块项目，你肯定要升啊。同事小李用胳膊肘撞了撞徐成，你要是升了，那我可就跟在你手底下混了。徐成压住要上扬的嘴角，故作谦逊道：我只是尽我所能罢了，升不升还不一定呢。只是他眼底自信的光芒却出卖了他。不说了，我得先去趟张总办公室了。许成拍了拍小李的肩膀，大步走向了办公室。咚咚咚，请进。徐成满怀着期待走进了办公室。张总，您找我？张总坐在办公桌前，听到声音后抬起头瞥了徐成一眼。小徐啊，来得正好，通知你一个消息。徐成闻言，一颗心砰砰直跳。你被解雇了。话音刚落，徐成正要脱口而出的感谢词，此刻也全堵在了他的喉腔。他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还是张总说错了。张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他迟疑着开口，但下一秒张总直接给了他一个确切的答案。没错，你被解雇了，收拾东西走吧。徐成眉头一皱，我不明白，是我这次的项目出了什么岔子吗？能给我一个具体的理由吗？张总这才抬眼看向他，拧眉道：同样的话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，我们公司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请你离开。徐成只能带着满肚子的疑惑和牢骚回到房子。刚一打开门，就看到了杜秋月以及他为他准备的惊喜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杜秋月一看到徐成就往他身上粘，吓得徐成后退了半步。他看着出现在房子里的杜秋月以及他微微隆起的腹部，眉头紧锁。你怎么在这？杜秋月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徐成妈妈就出来了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？这段时间忙坏了吧？徐成妈妈看着脸色难看又憔悴的儿子，心疼地说道，接着又是好一顿关切。站在一旁的杜秋月有些尴尬，不由得轻咳了2声。徐成妈妈这才注意到杜秋月，她拉过徐成的手：儿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秋月可为咱们老徐家立大功了。
徐成妈妈嘿嘿笑了2声，拉过杜秋月的手，将徐成和杜秋月的手叠在了一块。她争气，怀上了。与此同时，杜秋月羞涩一笑，手指蹭了蹭徐成的手背。你要当爸爸了。徐成听完，呆立在了原地，而我在监控另一头看得乐滋滋。我甚至还放大观看徐成的面部，争取不错过一丝一毫的表情。紧接着，我就看到徐成的脸色如打翻了的调色盘一般精彩。如果非要加个描述词来形容的话，我愿称之为3重奏。由最初的难以置信，到怒火中烧，再到最后的揭竿而起。偏偏好巧不巧，杜秋月还问出了他最关心却又能置他于死地的问题。老公，这次出差这么久，以你的能力，公司肯定给你升职了吧？他刚说完，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。真勇啊！下一秒，我就看到徐成的眼睛猩红，紧接着他抬脚，猛地踹在了杜秋月的肚子上，一脚接一脚，每一脚的力度都比前一脚的力度要大，踹得杜秋月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。徐成一边踹，嘴里还飙着脏话：妈的，真当我冤大头呢？给你接盘，做梦！你就是个贱货、烂货，还敢说这是老子的种？看我不弄死你肚子里的贱种！刚开始，徐成妈妈还会在旁边劝架，让徐成别打了。但听清楚徐成嘴里的话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杜秋月怀的不是徐家的种，那他伺候这么久，不是白伺候了？一时间，徐成妈妈的脸色也有些难看，看向地上的杜秋月时，自然也没了好脸色，更别说管他死活了。而地上的杜秋月连求饶都还没来得及喊出口，就被踹昏过去了。现在的徐成就跟疯子一样，就连杜秋月昏死过去了，他也不在乎，一直猛踢着，像是找到一个发泄口一样。我看着徐成脚上的力度有些啧舌，感觉杜秋月的5脏6腑都会被他踢碎。不过这又管我什么事呢？狗咬狗罢了。不过徐成，更令你发疯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我勾了勾嘴角，将这份监控记录以及包括他出轨、囚禁、虐待我的监控记录统统打包交给了警方。没错，我就是要他坐牢，要他留下案底，要他这辈子都是灰蒙蒙的一生。这是他应付的代价。当时在逃出那个牢笼之后，我就报了案，第一时间由司法鉴定机构带我验了伤。我要用我这一身的伤疤来控诉徐成曾犯下的所有罪孽。最后，警方通知了我的家人。在见到爸妈的第一眼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。他们得知徐成和徐成妈妈对我所做的那些事情后，开始痛斥徐成和他妈是人渣畜生。妈妈更是眼闪泪花地抱住了我。都怪我们没及时察觉出来，让你受苦了。他的语气里满是心疼与懊悔，听得我鼻头酸涩极了。后来我也将这件事原本地告诉了舅舅。舅舅听完，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他朋友那里，也就是张总那里。张总一听此事，也不管徐成将项目办得多么漂亮，直接扬言要解雇他，说他们公司不养犯罪分子。最后徐成妈妈都依法服罪了，分别以非法囚禁、虐待、殴打和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罪名判处。杜秋月没有被我送进去，因为他对我的行为并没有严重到构成犯罪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他被徐成踹成了2级残废，孩子也没能保住。据说除了内脏受损外，他的肋骨也骨折了，而且终身只能挂着粪袋生活。我摇了摇头，唏嘘不已。要是他的贪欲没那么重的话，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。在徐成妈妈入狱的半年后，我去看过他们一次。徐成一如既往的疯，隔着铁栏他甚至都想要来扇我。看来这半年他毫无长进。法官徐成妈妈倒是比他长进不少，从他水肿的眼睑和布满红血丝的眼球上来看，能看得出来，这半年来他天天以泪洗面。我看着他这张憔悴无比的脸庞，忍不住发问：后悔吗？
徐成妈妈拿着电话听筒的手微微颤抖着，发出的声音更是如踩碎了的枯枝落叶般嘶哑难听。后悔。干涩的喉咙才发出半个字节，就重重地咳嗽了起来。我轻笑起来，眼角弯成了月牙。说个你更悔的事吧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儿子不孕不育。我轻声开口，他眼底展露震惊。我提出丁克，都是为了照顾你儿子的自尊心，为了他，我甚至都打算把这件事瞒到底的。可惜了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哪有男人不沾心的呀？尤其是对着不下蛋的鸡。我将这句话还给了他，尤其是不下蛋这3个字咬得格外重。一瞬间，他好像老了10几岁。我知道他可悲的之处在于，他永远都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但现在比之前更加可悲了，因为他已经清楚自己得不到了。果然啊，恶有恶报，一如因果循环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佛曰：此为轮回众生。美好又充满希望，我更加懂得了爱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说出自己的观点，或者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